全新问界 M6这个紫色有点张扬吧？这次啊，黑白银紫青橙蓝7个颜色可以召唤。锵锵，星耀大灯了！这个大灯啊，真的很好看，它里面就好像放了很多碎钻，然后灯一打呢，就折射出5颜6色的光彩，尾灯更美，就好像撒了一把红宝石在里面。那咱们今天呢，就看看这台全新的问界 M6还有什么新花样。3、2、1，上车！尺寸呢不是特别大，这台车啊是一台很规整的 SUV。来到侧面，大家就很明显能看出来了。你看它的车头和车尾都挺舒展的，不是那种胖墩墩、方正正、大溜背的感觉，就是整体看上去我觉得是很舒服、很流畅的。那门呢一摁，电动弹开；一摸，电容弹开的门。同时啊，它这个电动踏板是个选配，但是啊，这台车的车高没有那么高，所以我觉得这东西呢大可不必选。这轮毂还行吧，这次啊20、21两个尺寸可以选择，咱们这个呢是21寸的。然后它这个轮毂啊里面是拉丝的，但是它在外面给你刷了一层封层的感觉，所以看上去呢你会觉得它比较亮，但是它就少了那一点点拉丝的质感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？但不喜欢呢也没有关系，因为这次 M6有5种轮毂，保准有你喜欢的那一个。来吧，各位车主，后备箱看看呗。它这个车啊，确实不是特别的高，所以你一打开后备箱，你就发现了，它这个门槛儿对女生拿东西特别的友好。比如说你现在拿一个100斤重物，轻轻松松就可以给它放在里面了。同时啊，因为这个车是空悬嘛，所以后面也有一个就是可以把这个再降低的这么一个状态。不要担心，它并不是说后面有大概10公分的这个坎儿，它是有一个盖板，你可以往下挪10公分，这样扩大你的后备箱容积。然后你也可以把这个盖板拿起来，这样的话就是纯平的。然后这个后备箱里面呢，它放了10个那个螺丝的口，我们可以用来拓展。比如说，你可以把一个那个晾衣杆直接架在这里，挂个衣服什么的，因为你看它这个口径还是挺高的。怎么样？这个后备箱感觉如何？真的不错，我都想住里面了。玛卡巴卡阿卡瓦卡米卡玛卡。纯电增程2个版本，纯电版本呢依然有一个 KK 前备箱，当然啊，你也可以车外语音、车内啊、机械等等1万种方式打开它。然后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前备箱的空间，这有一个这么大的2个登机箱，不对，它这个还是一个托运箱，就能放下2个这么大的箱子，所以这空间应该感觉还不错吧？那这台车的颜色呢，就是青色。喜欢这台车颜色的宝贝们可以扣个1，喜欢咱们那个紫色回咱们紫色的朋友，咱们直接扣个2。紫外橙内怎么样？而且还是一个拼色。这次 M6啊，4个内饰颜色有3个全都是拼色，因为他们内部呢就说 M6这个车啊特别年轻，但我个人呢觉得也不完全是，因为我觉得这车我妈开也挺合适的。我觉得这个车它是适合那种特别热爱生活的人，因为这个车啊有好多五花八门的功能。听我给你唠，首先这个东西你们就说谁见过？谁见过？给我打在弹幕里啊！这个一般咱们不都是在车的后面3角窗的改装区域整俩小人儿，整俩串灯，圣诞节啪一点，特有氛围，那不是自己改的吗？现在人家给你整了一个副驾的橱窗。当然你要觉得这熊特幼稚，没关系，你成熟。随时把这幼稚的东西换成非常成熟的美少女战士啊，什么变形金刚啊，什么之类的，你随便。然后另外呢，这里面它也给你加了很多磁吸的扣，这样的话，它如果你那个东西本身带磁吸的话，它就可以牢牢的粘在这里。但是这块玻璃大家注意啊，一定要保持它的整洁，因为现在这个玻璃上全是指纹，所以看上去就比较的脏。那很多朋友说，那这个我不喜欢，我搁这多丑啊！没关系，它在我们的设置里面有一个副驾驶橱窗灯效，你直接给它关闭，它就变成了一块像很多车一样的
纯黑色的这么一个屏幕。然后同时呢，它里面刚才不是有小灯吗？你也可以选择跟随氛围灯，就是你的氛围灯是紫色，它的环境灯就是紫色。你也可以直接选择照明，那它就是普通的这种中性光的照明，或者你可以自定义，就你的氛围灯可以是绿色，但是咱就把它调成红色，整一个血腥玛丽的风格也是可以的，是不是觉得挺有意思的？后面问界他们还会再开发一个这个副驾屏的接口，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可以架一个 Pad， 如果大家喜欢在副驾看电影的话，也是可以用的。而且这次这个 Pad 它是不限于是华为的 Pad， 不管你是 iPad、V-Pad、融 Pad 还是什么 Pad， 你都可以在这儿非常的 happy 看你的 Pad， 这个功能是不是还是可以的？那另外呢，就是整个这台车大家也注意到了，这个座椅它现在是一个运动座椅，然后这个头枕啊上下也是可以调节的。同时小一，我在。打开零重力座椅。它现在是主驾、副驾两个座椅，是一个双120度的零重力座椅，腿托也会打开，整个是一个比较舒展的这么一个状态。它没有说做到那么的零重力座椅的感觉，但是整体的舒适度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。咱们充个电什么的，在这一待，感觉还是不错的。另外，除了这个座椅会动，你们猜这个车哪还会动？小一，你好，把屏幕朝向主驾。好的，中控屏正在旋转到主驾。这样看电影感觉就更爽了呢。小一，我在。你现在把屏幕居中靠前。好的，中控屏已经朝向前居中了。把屏幕居中靠后。好的，中控屏正在旋转到后居中。它现在这个屏幕啊，它是可以朝向你，可以朝向它，然后可以往前点，可以往后点，它就只有这4个方向，还不是那种就是随意都能动的状态。大家觉得这个功能有用吗？我这边想到的用处就是，比如说我在这儿开车，完之后我胳膊比较矮，我够不着这个屏幕，我就可以说让它把屏幕居中靠前，那它就直接伸过来，我就可以点按它了。还有就是像刚才那个方式，看电影会更舒服。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，我必须得给你们展示一下，就是说现在这个声音呢，咱们可以把这个车外的对话打开。你们现在听我说话是不是有点回声了？其实啊，不是回声，是现在车里一共是10个麦克风，车外6个，车内4个，它能够实现车内外的对话。那位黄毛的摄影师，我现在对你的发型非常的不满意。打我！我觉得这个可以开发成一个游戏，叫做我有什么话我不好意思当面跟你说，所以呢假模假式的分开说。来吧，小杰，你可以给我护送。我在这儿说话，你听得见吗？听得见。比如说我现在就在你车前碰瓷儿。我紧抓你。好，别闹了，继续了。然后另外大家应该有注意，这车上有乱七八糟的一些这些配饰了吧？不是配饰，就是功能性的东西。因为这个车呢，它现在整个车内有10处磁吸的这么一个地方。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个小按键，它现在给调节成了一键可以播放音乐，然后同时你可以调节音量。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它吸在这里。然后像这个纸巾盒，我们可以把它吸在这个位置。然后眼镜盒你可以吸在这儿，B柱这儿啊，B柱我们上后排去给大家说吧，因为这台车后排也有点天花乱坠的小功能。走，这块就是 B柱的这个磁吸点位，它这儿吸了一个这个小灯，这小灯还挺好的，你看360度有一个小云台是可以转的。比如说咱们现在放在这儿啊，打腿，这样的话你看显得我这个鞋不灵不灵的特别的闪耀，比这个大灯还要闪。同意的宝贝们可以扣个1。然后另外这边它也有一个磁吸点位，咱吸点啥都行啊，它这个就是演示一下，这边它也吸了一个像垃圾箱一样的东西在这个位置。然后这2个呢，它其实就是2个普通的挂钩，之前一般问界的车上后面都会有一个 MagLink 的转接口，但是现在呢，因为小一打开后排娱乐屏，因为这台 M6 它后面是可以选装一个娱乐屏的，所以呢它把这2个 MagLink 的接口给取消了。这个屏幕跟我们现在的这个视距，虽然我们这台车的尺寸并不是特别的大，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个视距范围其实还可以，尤其是现在我这个座椅靠背还没有靠到底，它这个座椅靠背是电动可调的，然后现在是靠到底的一个状态。你们看一下这个视距范围怎么样？并不是
那么近。然后整个这台车的空间，我觉得表现也是不错的。这个是我的这个驾驶的位置，我穿鞋的话，身高差不多是1.7米多，整体就是这么一个空间的表现。然后另外呢，因为选了这个后排娱乐屏，所以天窗啊它被分开了。然后如果你不选它的话，它就是一整块大的这个天幕，然后配了一个物理的遮阳帘，你可以给它关上。另外就是一说到这个物理遮阳帘，我想起来了，就现在这台车前面的前挡它也是一个双层镀银的设计，所以相对来说这台车的防晒做的也还是不错的。这样啊，没想到吧？电动小冰箱给你放了什么高端的东西？是一碗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台 M6是所有问界车型里第一台可以把温度做到0下的车型，所以它特意给你放了一碗冰。然后它现在的温度范围就是最低-6，最高50度，冷暖智能的一个冰箱，大概能放6瓶水左右，而且还整成了电动开、手动关。那不知道大家今天对这台紫气东来的问界 M6的静态感觉怎么样？这台车啊会分纯电、增程2个版本。纯电呢用的是100度的3元锂电池 ，CLTC 工况能做到760公里的续航。那增程呢53.4度和37度2个电池版本，他们现在官方的续航没有出来，但是最长啊大概是能跑到至少1400公里的样子。然后同时后驱、四驱、单腔空调加上 CDC， 那这台车呢用的也是全新一代的 ADS， 硬件上用的也是全新一代的896线的激光雷达，所以说整体来看，这台问界 M6我觉得还是很全面的，尤其是它非常多花里胡哨的功能。我相信啊，为这些花里胡哨动心的朋友，现在已经按耐不住了。所以呢，咱们就期待一下这台车后续的试驾。那这一期的视频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一起来电，我是野生依依，我们下期再见。